咱们知道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由2部分组成的，一呢是上集我们看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那么在这集影片呢，我将分享第2部的内容，那就是秦始皇帝陵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骊山园。那么骊山园包括秦始皇帝陵封土、秦陵铜车马博物院，这是我此行最主要的一个。这个摆渡车大概开了3分钟吧，就到了9901陪葬坑。这个摆渡车能坐3次，15元1次5元。陪葬坑9901陪葬坑 K9901 是秦始皇陵园中一座规模较大的陪葬坑。它的正门就是这个看完今天下午回来发现有丰厚的陪葬品，金银珠宝一类的，就说明是子女或者妃子来陪葬。秦始皇帝陵是在最中央的地方，那么这周边呢有很多的陪葬坑啊，铜车马坑。那么这个 K9901 呢就在这个西北角的地方，还有9801，反正就好多的陪葬坑。这就是 K9901 陪葬坑。你看这个人一手抓腰带，一个手举得很高，他就是在做举鼎的姿势，第一个人在举大鼎。再看第3个人，这个人很高大，瘦子特别大，也很大方的一个小孩。我也打仗之前。这个陶俑可能是大力士形象，因为扛鼎俑，原身高应该2米左右。压碎了不是好，破损的程度不一样。你们注意到兵马俑好多吗？大家看这些人，有人身上发现了刻字，大家讲，有中国的人身上有花式带形。百姓用身上的彩绘纹饰，有星月、形弧、形八角、太阳、龙凤、圆点、夜行。在2000多年前，工匠们是如何设计雍抗的一个建筑结构的？眼前的 K9901陪葬坑呢，建造的方法基本和兵马俑相同。首先挖一个土矿，抗底夯实作为地基，在俑抗四周夯筑2层台，再筑2道东西向的土隔墙，把抗体隔成3条过道，过东南北2壁叠砌镶板木。随葬品摆设完后呢，在土隔墙和2层台上铺排棚木，封闭过洞，棚木上覆盖席子，再覆土以掩盖。那么在 K9901 出土的器物繁多，有陶器、青铜器、铁器、岩器、石器、锡器，其中陶俑数量最多且残损严重，部分陶俑有彩绘残迹，但出现龟裂、起翘、脱落、空洞等病害现象。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坐着的一个坐姿俑，上身赤裸，有一些白色的彩绘。据推测，这个高大的有2米左右啊，他据说是高杆表演的持杆者，身体健硕，肌肉十分发达。这旁边的就瘦小的多哈，他是这个表演技巧型节目的一个这个陶俑吧。像秦始皇帝陵呢，它是有内城垣跟外城垣的。那么这个是内城垣，看不太出来。我的天啊，这红彤彤的，哇塞，太漂亮了吧！看不出来，有一些红色的，有一些橘黄色的。就刚才卖的那些啊，就是那些村里妇女兜售的。原来这个地方根本吃不完，难怪这么便宜，一篮才几块钱。第2个参观点，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博物馆，2021年落成开放的。这在地下的吗？这案件好多呀，一道又一道的。
金氏发现1978年发现一座大型车马坑。上世纪60、70年代的景象哈。这些前始皇帝陵啊，你看它周边那么多陪葬坑，这个兵马俑、马氏坑、动物坑等等的。你看那个山就是前始皇帝陵啊，俯视图，陪葬坑、动物坑、兵马俑坑。埋藏的2层铜车马的土坑长方形，长11.8米，宽3.1米。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亮点中的亮点。我们下去看一下这个经过数年的这个工匠们的努力啊，修复好的一个铜车马，我觉得好壮观呀！这个是发现铜车马时候场景的一个还原啊，是复制品。当时发现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炕，看，我很期待看到这一个铜车马，它与2000多年前的文物时空对话。这个费了好多工匠的数年的努力啊！这个铜鞍车，你看多么精美，他们的这个比例也是很好，他牵了4根绳子，就因为这2乘铜车马就能成立一个博物馆，可见这2乘铜车马的分量有多重啊！咱们能看到这个马车上，它的是有这个彩绘的啊，图案的，看不清晰。一个机器吧，好像测它里面的温度、湿度的吧。这是第2层，造型又不一样了。哦，这里就是比较敞篷的。这据说是历史上最早的宝马车。你看这个呢，就是很形象的。刚刚说它那个马尾巴要扎起来打个结，是吧？这个什么原因啊？就是防止它的那个屁绳绕在一块儿，就这样的原因啊。仔细观察，这个屁绳是一节一节的，这个人多么精细。注意观察，有没有发现这边是圆的，底下是扁的，这个要把这个全部都插在手上，而且呢，这不就敞篷吗？那是敞篷啊，那是 MPV 啊。据说前人是一直有着丰富养马经验的部族，熟悉马匹的身形结构和行为习性。秦代工匠在塑造眼前的铜马的时候呢，准确地把握了马的身材比例和骨骼结构，并重点加强对马头和马腿的塑造。马腿骨骼及关节比例适度，极有强健有力。8匹铜马中4蹄伫立。咱们呢，在这个御守旁边看到有一个侧马扬鞭。
时期，我国古代呢，它讲究君子幼幼，其中驾马就是。北京没有这啊，这只有西安有。所以刚才真车上你们看起来可能比较不清晰，因为灯光没有全打开。这样看咱高清照片就很明显的很滑。看一下，谨慎自信啊，他的微表情呢是五官端正、神情恭谨、专注又透出几分自信。看，感受。他做的那个桂色蛹，那个桂，就是最完整那个蛹。对。给这个还不能打，就给这个没打过就多一些。哎呀娘，你看他一点。弄得清楚的哈。哎，真是。纹饰。这个砖叫啥名字？叫青砖。它为什么要彩绘？彩绘有几个优点，可以掩盖当时制作的时候留下的一些沙眼儿，或者说是一些痕迹。咱们看到眼前的小山没有？那底下就是秦始皇帝陵啊，至今没有挖掘。走到这个小土坡上看一看骊山风景啊，秋末的一个西安，太阳落日，远处城市天际线。这家店是在骊山脚下。一走进了一家清真的面馆，这个手抓羊肉88元500克，试一下这个手抓羊肉，半斤。也就是250克，这个辣椒面它只香不辣，还有一碗清汤，牛肉面，特别想吃手抓羊肉，最近加点辣椒面。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手抓羊肉是在
宁夏的盐池那边的滩羊肉太好吃了，就是一点都不腥膻，而且呢就不蘸任何的蘸水，都非常好吃，特别浓郁的茴香。今天游兵马俑还是给我挺大的震撼的，虽然在图片上、在书本上、在电视上看过了很多次，但是真正走到那个地方近距离看那些无数的这种兵马俑的表情，他们的那种神态啊，好像是真的穿越回2000多年前那种。这羊肉端上来没多久，好快就凉了就没那么好吃。基本都吃完了，吃撑了。味道的话一般吧，就消费57元。在西安住的第一个青年旅社，有个音乐。能看到钟楼。宿舍区，洗衣房、储鞋柜、食人间。青旅出来面对的街道，刚才的青旅的话，食人间还挺实惠的，才30来块钱，环境也不错，只是它没有那个可以安静的一个办公区啊，我需要有那种独立的。其实我愿意住的地方，我不希望离这个旅游中心太近了，我希望离开旅游区一点。这样子到相对居民区的地方啊，感受这个真实的物价啊。都开始在自家门口支个小摊，做这种比较接地气的露天生意啊。这个流量入口，好，可以的。我先站在你这里。这个原味猪手19元一个。对，原味猪蹄，肘子58一个。58一个，鲍鱼，鲍鱼这个是粉丝鲍鱼12元一个啊。这扇贝6块，粉丝啊。辣酒花螺68。你看，皮皮虾啊。今晚吃排骨啊，38元，这排骨还挺多的，味道不错，煮的比较这个软烂了。11月底，梧桐树黄了。昨晚我们看了大雁塔，还有小雁塔，小雁塔小学，小雁塔的塔顶的部分好像是被损坏了，在修复中吗？跑了个空呀！西安博物馆每周2全天不开放，整体检修。哇，真不巧呀，走过来的。
走了20分钟啊。在西安旅游，大雁塔可以说是赫赫有名。相比之下，小雁塔的声量就小一些。小雁塔最初叫建福寺塔，原来有15层，高约45米。因为唐末战乱以及多次的地震损毁，现存呢是13层，高约43.3米。因为其规模跟时代都比大雁塔略晚且小一点，但是又因为外形跟大雁塔比较相似，因而得名小雁塔。它和大雁塔等遗址一同被列入这个长安天山廊道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里面。这里面主要保存了唐代高僧易净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跟佛像，就是一砖一塔吧，不只是建筑，也更是当年长安跟世界交流的缩影。舌尖上的中国汉中热米皮，5元一份的菜豆腐。我看当地人吃早餐就来一碗菜豆腐，有一些放一些油辣椒进去，我就不放了。这个是腌萝卜啊，酸酸咸咸的。来到陕西西安怎么能不吃凉皮呢？但是我第一次吃热凉皮，这个是8元，这个5元。我看当地人吃早餐就这么吃的，一点花生，然后辣椒，哇，你看多有食欲啊！下面还有豆芽，先试一口这个菜豆腐，没有加调料，豆腐的原味，粉粉的，应该自己要加辣椒，干辣椒哈。这个不叫热凉皮啊，我看错了，叫热米皮的。汉中热米皮啊，热米皮是陕西南部汉中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小吃之一，也是当地老百姓常吃的早餐。它选用优质大米浸泡磨浆蒸成米皮，再趁热切成条状，上桌后淋上特制的辣椒油、蒜泥、香醋等。它虽然看上去和关中地区的凉皮比较像，但汉中的米皮是热着吃的。它没有粉的凉皮那种弹性了，它就是绵绵的，裹上这个油辣椒，很给力。微信收款11元，香而不辣，可以。哦，这个热米皮真好吃。这个菜豆腐的话，热乎热乎的，冬天吃很舒服。基本吃完了啊。咱们昨天也来了大雁塔，白天又来一下。唐代高僧，著名的翻译家、旅行家，生于公元600年。玄奘雕像身后就是著名的大雁塔。我们这
一条线上啊。所以说秦始皇那是防水宝地嘛。您刚才说这个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那个玉玺就是蓝田玉做的哈？对呀。啊，这块1000多，花1500嘛是1600，我忘了，我媳妇给我买的。它有保健的功能？对呀。秦岭是咱们国家的龙脉，然后蓝田玉又属于秦岭山脚下的一个矿，对，现在就不给挖了，封了哈，毕竟龙脉所在。西安博物馆没开啊，然后咱们就来到了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青龙寺遗址。青龙寺始建于隋开王2年，公元582年。青龙寺位于今天西安城东南的乐游园，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佛教寺庙遗址。它最早建于隋朝，即公元582年，在唐代达到顶峰时期，是佛教密宗又称真言密教的一个重要传播中心之一。在唐代的时候，这里汇集了大批来自国内外的僧人学习佛法，包括接下来我们会介绍的日本僧人空海。李商隐著名的诗歌《登乐游原》，向往亦不是，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是写的这里啊。访唐庭院，每年3月份啊，这里特别的热闹，因为很多游客来这里赏樱花。亭台楼阁，这个叫云峰阁。这些都是樱花。我想起我在东京、大阪旅行的时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唐朝遗风。日文的看不太懂。在空海纪念碑前面的一个展馆，记录了这个中日文化交流啊，特别是以日本空海的一个生平事迹。空海是一位对中日文化交流有深远影响的日本高僧，也是日本真言密的创立者。他出生在公元774年，青年时期呢，为了学习佛教密宗，于公元804年来到了唐代的长安及今天的西安。来到长安后，空海在青龙寺向大师慧果学习密宗佛法。那么学习结束后，空海返回日本，创立了真言宗，使得密教思想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和宗教文化之中。
宣传后，未经允许。古岩楼。青龙寺。密宗主庭青龙寺。主佛。中日友好，源远流长。中日友好和平之中钟楼记。惠果空海纪念堂。空海真言密教八祖诞生。隋大兴长安城遗址。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在下集影片呢，我将和大家一起去领略被称为中国最险峻的5岳之一及大名鼎鼎的华山啊。好了，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